大家好，我是周弟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！此影片会是2022年的第一部钱币影片，想必大家会在2022年的开始烦恼着日后该怎么购买钱币。我这里给大家一个大方向，不过当然是依据各位的财力不同，自行安排自己的购币思路。有技术含量的购买钱币你买的钱币比较能够保值哦。这里就教大家怎么选择钱币。你自己知道的都交给别人了，你以后怎么买？聊到购买什么钱币之前我们先要有个共识，我是以收藏加投资的角度分享我的看法。光收藏不想着升值我还没有到那个境界。如果是纯投资的话嘛，那就全买通货大头传洋就好，就比较无聊一点，但就有点像买基金一样，比较没有技术含量，也比较保值吧。唯一风险就是要买到真的，不过对于收藏乐趣来说就少了很多。今天就来说哪些钱币你可以放心购买。擒贼先擒王，先买那个头，银元之王奉天一两就先给它买下去就对。没有啦，大家当然是依照自己的能力范围。OK， 买不起再降一阶吧，就是各省的头，像是广东省的头是寿资一两，再来是72反版，北洋就是北洋一两，湖北就是湖北本省72分。以上是财富有上亿再来考虑吧。难道买头就是有钱人的专利吗？降到低一点的标准好了，大头1元4个年份，3年、8年、9年、10年，就找个大头8年买就对了。大头8年买不起没关系，大头3年的甘肃版少对吧？就买它。大头欧版、大头9年金法，一定要挑大热门的版别去买。所谓是大热门，就是大家都喜欢的钱币帆船23年1元对吧？我就买22年的，有能力的就把21年的3鸟币收一枚，就是相对较少的就对了。小头开国纪念币来说嘛，就买3草版等等的版别，只要市场大家都认就可以了。大清宣山1元，我们就买带点的宣山。江南甲城 CH 跟 TH 嘛，我们就收掉 TH。唐继尧纪念币侧面比正面的少，对吧？那就买侧面的，收掉。广东光绪7钱2分，我们就买喜顿版的。北洋光绪34年7钱2分嘛，我们收不起艺术字的话，就买小字版的北洋龙，至少比大字版少，对吧？先砍少的，普通版的就不用急了，我们泡个咖啡慢慢找，随便上网问个价，还爱买不买的样子。我 TH 都有了， CH 嘛我就慢慢看。其实就是物以稀为贵的道理，新手入行就是先买大头小头传洋，是最好入手也还有数量的东西。我们只是比人家超前先买好品种少的，然后再依照自己的财路由上往下买，也就是从少的开始买，买到多的。当你卖钱币的时候正好相反，从多的烂的先卖，以后我会再另外做视频讲解。我建议新手尽量在最短的时间琢磨出自己的收藏方向，只要是对的就坚持走下去。鹤立鸡群的美貌不只是可以买钱币品种上稀有度相对较少的外，品相也是很重要哦。最差的品相尽量在 XF 极美范围都还能接受，理由是因为 VF 等级就有大面积的磨损，龙鳞文字除了天生落打外还能接受但如果磨损的都没有龙鳞了，就放弃吧。除非这个品种本身就没有好品相的，打比方我发现四川宣统3钱6分根本就很少有全龙鳞的，顶多有一半的龙鳞就不错了，那这个就可以买。如果你的经济水平还算可以的话，可以挑好品相。怎么挑呢？进 PCGS 官网，到数量报告，找到你要的品种，然后记得点显示全部。其实以前都有教过了。打比方这枚币嘛，这里评级数量是最多的，就以这个品相为基准，往上面买就对了，尽量不要买在更低的品相。说白了，那些日后会是别人的淘汰品。我后面会再补充视频一定要看完哦。完美无瑕的状态。钱币的状态是我以前一直提到的，就是钱币上任何能加分的条件都是状态好，反正就是物以稀为贵了。
越难得就越贵嘛。打个比方好了，四川光绪7.2分跟四川宣统，大家知道四川宣统比光绪难看得到全龙鳞，对吧？有就收，市面上老包浆比洗过的少，就收老包浆的。能分辨出老包浆与新养的包浆的不同的人很吃香哦。购币的思路啊就没有这么复杂了，就买银元带有老包浆的，不管它什么品种。什么品种都买有自然氧化的，别小看老包浆哦，就连大头小头传扬老包浆的也已经不多了。过去我记得啊，老包浆与没包浆的币都是一个价，自从有鉴定公司后啊，才开始有差价。很多老一辈的商家劝我啊，不要太迷信老包浆，这么贵，对吧？我觉得就是要迷信啊，因为这也是符合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啊。大部分的人拿出来的币没有你的好，你的币就是要涨，有缺陷的尽量避免购买，买币不要有贪小便宜的心态。打比方说 A 币比 B 币便宜，因为 A 币有边敲，不要为了省那一层去买 A 币。你现在看一枚钱币上的缺陷，比方洗过啊、腐蚀、做色等等，然后去跟老板杀价，你想想等哪一天啊你要出售了，下个买家也是会拿这些缺陷来跟你杀价。相反的啊，状态好的币呢找不到什么缺陷，你现在咬着牙根买下去啊，将来等你要卖的时候啊，你的刀子啊已经磨好在那等了。今天总共讲了品种、品相、状态是构成钱币价格的主要因素。不懂的啊，可以看我过去的影片哦。有能力的就在这3种指标上面随便选一种拉升一个档次就对了。比方状态特别好的，或品相超好，或者是超稀少的样币。打个比方，下面有3种人，红衣服小伙呢是短期投资人，应该可以比喻成币商吧，就把它归类在钱币市场里好了。他劣品优品都买，因为他客户有很多种类。不过久久有赚点钱时啊，也会收藏1-2枚啦。不过手上大部分的币都是卖剩下来的，所以想必劣品也留了不少。毕竟是被客人挑剩的吧。中间这货呢是名新手，一开始不敢花钱买好的，所以总是挑有缺陷的币买。鉴定过的币专门挑没分的买，眼光也不好，买来杂盒重新送品的币都一样没有分，保留1-2枚有出分的，很高兴的收藏起来。有些币呢被眼前的利润吸引又卖掉了，再补几个劣品。衣服颜色跟银元相似的这位干爹啊，眼光独到，静静的啊不出手购币，一旦出手必买精品，一个接一个买，买多了就努力上班养养伤啊。过了5年后啊，我们来看看发生什么事吧。这位币商手上还是一堆劣品，但偶尔背后还是能收藏几枚好的钱币来吸引客户上门。中间这货啊已经升级成高手了，开始购入优秀的钱币。当资金紧张时啊，就把劣品卖回市场，慢慢淘汰劣品，购入优品。左边这位干爹啊，我的天啊，这5年已经收藏了大部分的优品，手上1枚劣品都没有。上面有一堆劣品持续在市场上卖来卖去，西家卖到东家，东家再卖回西家，这样持续下去啊，会有个现象，钱币市场能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劣品居多，也就是洗过腐蚀的币。表面上市场上和拍卖会上还是有很多东西是没错啦，但是常常是同一枚币，只是在不同的拍卖会上拍而已。劣品的钱币啊，就是被买来买去，持续在市场游荡，就像吃下去的东西，然后人类不好好的吸收又排出去的感觉。优品就是出来一个就少一个，尤其大部分的只进不出，长期拥有。好的，就说有个名家旧藏退役了不玩了，这些好东西啊一次往市场倒，过不久啊还是会被新老藏家所吸收掉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说的这类优品的钱币能常年的保值升值，就是物以稀为贵嘛。问为什么品相好的会升值？因为物以稀为贵。老包浆的为什么？因为物以稀为贵。就像一个荒岛，我们摆10位女性好了，1位男性，不，反正出来一个优品就被有实力的藏家收掉1枚。劣品呢，反正随时随地市场上都有，都是一堆啊。
再来说说品种吧，我就把品种拆分成多跟少两种好了。多的代表是大头3年，以中央版作为代表；少的就以大头8年做代表。我大致上查了一下行情来自诚轩拍卖好了，比较统一，鉴定公司也要一致。我都找63分的品项。2015年3年表现是4370人民币，8年是41400人民币。他们之间的差额相差9倍多。2020年的3年大头一次飙涨5倍多，到了25300，8年大概1倍多啊。这时可能会说啊，早知道就投资比较普通的3年大头。2021年的4月不是大涨吗？我们就来看看诚轩5月份3年 MS63 却是成交18400，其实啊反而跌价了。其他网拍行情啊一直都没变，大头3年63行情一直维持在1万上下不动。那8年大头的价格涨到了15万，这样你怎么看呢？8年是不是每年固定的上涨？大头3年呢没抓好行情啊，就马上亏钱了。这里还有一个道理跟大家分享，当大头8年行情来到15万时啊，下次行情如果有上涨，应该会开始变缓慢，因为金额越大，买家就会越来越少。毕竟能买得下去一枚币15万的人并不多啊，只能说会稳定保值，但上涨空间啊开始有限了，反而是几千元的钱币很有爆冲行情的机会。所以啊，品种好坏并不是投资的重点，而是你买到的是什么价位，是行情爆冲过的普通品种吗？还是已经稳定涨得很高价的稀有品种呢？独家诚心建议各位啊，可以去找某个品种，它的行情价位已经连续几年不涨也不跌了，那就是可能是下一波爆冲行情的钱币哦。其实这个观念呢，应该也是适用在任何的收藏领域。投资收藏哪些钱币具有未来潜力，有下集哦，一定要看，不然这集感觉有点像无脑冲刺的感觉，看到好的就买。下一集会分享怎么守，怎么保护自己。好的，这期就这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